it how you love me electric, like you do. Love it how you love me electric, always you. Love it how you love me electric, electric. I love it how you love me love me electric. 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本集的摄影无老家，我是阿元。最近的疫情有一点令人担忧，大家记得出门要注意清洁消毒的防疫工作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最近应该也不少人想要用动态影像来记录生活，特别是最近入手空拍机啊、DJI Pocket 甚至是 GoPro 记录生活的人特别要留意。在影片一开头，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，还有什么事情比拍照用 Auto 更加糟糕？那就是拍影片也用 Auto。你应该不会想看到你的画面一直闪烁，让观众的眼睛觉得不舒服吧？那所以呢，如果能切到手动模式，就用手动模式来拍摄吧。那这一集跟大家分享拍影片的一些小细节，特别是动态模糊跟黑边 letterbox。在很多集当中，我们都提到所谓摄影拍照的3要素，分别是光圈、快门速度跟感光度。而在拍影片当中呢，如果是能控制光圈大小的相机，你可能会留意到光圈，因为它会控制主体跟背景的凸显程度。你也会留意到感光度，因为它决定了整体的明暗程度。但唯一你可能会漏掉的是快门速度，这所谓决定动态模糊的东西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在大太阳底下拍照，很可能会因为太亮，所以你的快门速度来到1000分之一、2000分之一以上。你会发现每一个画面定格都很清楚，即便在移动的时候，主体都会很清楚，背景也是清楚的，好像凝结了这个瞬间一样。但是在播放影片的时候，会稍微那么的不自然。这时候如果是用比较慢的快门速度，像是60分之一秒或是120分之一秒，你会发现动的物体在定格的时候是模糊的，但是在连续播放的时候会比较贴近我们肉眼真实所见。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会这样设定这个快门速度。同样拿水滴来拍摄，在高快门速度拍摄的时候，每一个定格都像凝结瞬间，但是在慢快门的时候才是更加贴近我们所见的。那具体决定要怎么产生动态模糊的快门速度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根据你当下的 FPS 帧数乘上2，放在分母，分子是1。比较常见的是30 FPS， 就是用60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；60 FPS 就是用120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：我的空拍机或是 DJI Pocket 这种录影器材没办法控制光圈，我只能控制快门速度跟感光度，但是我感光度已经最低了，快门速度还是很快，怎么办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这个来自 Freewell 的这个滤镜组，请下音乐。这个品牌呢，在 DJI 的官网也买得到，而这次我们介绍的这个滤镜，在 DJI Osmo Pocket 1代跟2代都可以用。看到这一组滤镜里面，它主要有2个镜片，都是磁吸式，可以直接吸在我们这个 DJI Pocket 镜头前面。一个是广角镜片，一个是1.15倍的电影宽萤幕变形镜片。然后当中都可以吸上这个 ND8、ND16、ND3和ND64的 ND 镜，简单来说就是相机用的太阳眼镜啦。那至于这个东西的话，当下要降低快门速度，要用哪一片这个 ND 滤镜呢？假设太阳真的很大，大蓝天的话，你就拿最高的那个 ND64直接装上去。那如果是一般的状况，就装最低的这个 ND8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确认这个快门速度能不能设定到我们想要的60分之一秒，或是120分之一秒。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一组滤镜里面有2个镜片。广角镜片就可以让我们的 DJI Pocket 更加的广角嘛，那在同一个画面就可以记录下更多的东西。那另外一个1.15倍的电影宽萤幕变形镜片，则是有关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黑边 letterbox。很多人说到电影或是电影感，就会联想到那个宽景的那个比例嘛。最简单达成的方法就是录影跟平常一样，我们在剪辑的时候加上下2条这个黑边，但是我们会牺牲掉那上下2条黑边盖住的内容，所以这个电影宽萤幕变形镜片就可以让我们达成一样是宽景，但是不会牺牲上下的内容。帮大家简单计算了一下，18.4:9就是2:1再宽一点。它的原理就是拍摄挤压的画面，所以你在剪辑的时候延伸拉开，就可以把完整的内容呈现在电影的宽萤幕比例里面。在档案进入电脑的时候，可以设定成宽景的比例。假设我是录制 4K， 本来是3840×2160，2160除以1.15是1878，所以我们可以开一个3840×1878的档案，然后把刚刚拍摄内容拉进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它的 X 轴横向部分拉宽115%，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宽景的画面，但是没有裁切到任何当初录制的内容哦。那听起来这样的滤镜实在是很方便，可以帮助我们拍出更加电影感的一个作品，或是拍 vlog 的时候可以更加广阔。
那这样的滤镜有没有缺点呢？有。其实我在拍摄的时候掉了2次，一次在山上，一次在溪边，我还好都是有捡回来啦。我想，因为它磁吸式的这个构造，在我手上大力一个碰，它就比较容易掉下来。所以这个滤镜在使用的时候，我建议是要小心一点。不过如果是装在那个空拍机上面的那些滤镜，就不用那么担心了，因为没有这个坏手在那边捣蛋嘛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内容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频道，也请订阅摄影无道加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会。